刘工，又想嫂子了？听说嫂子一直在武汉。是啊，昨天还调来我们火神山了。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找嫂子呀！人家忙着呢，去了不是添乱吗？你晚上值班的时候，想想什么呢？咱们氧气管道焊接正在进行，我还得盯着呢。你们呀，今天我值班，早点回去吧。嫂子来的真是时候，你说又成全了咱们俩，还能见到刘工。等疫情结束了，咱们请嫂子吃饭。那说好了，武昌鱼、小龙虾都得有，必须的，还得好好喝点。就这么定了，来碰一下。来，哎。我是感染医科来领物资。好，你在这签个字。这是你们的纸尿裤。你好，重症医科来领物资。好，你们在这签个字。你们的盆还有防护服，齐了。同志，我们垃圾桶还缺。垃圾桶不是已经领过了吗？我们只领了5个，可我们有15张病床呢。没有了，你们的配额已经被领完了，等下一批吧。可是明天我们就开病区了，您想想办法呗。哎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物资一批就这么多，其他病区又都需要物资。等下一批来的时候，我立刻通知你们过来领取。护士长，张宁，你好，我是感染2科的，我们先把垃圾桶的名额留给你们吧。1科是最先开的病区，替我们打好第一仗。那谢谢了。不客气。谢谢。给他们吧。你在这签个字。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兵种、不同的医院和不同的专业，彼此不熟悉，也没有时间可以磨合。作为护士长，我相信大家的能力，也要求大家尽快统一治疗理念、工作方法，特别是防护的意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给大家再正式介绍一下，医疗专家方青山主任负责我们医科的全部工作，刘远、林小宁等为主治医生。来，帮着发一下。下面我分发一下护士的分组名单，请大家尽快的熟悉自己的同事，熟悉工作内容。有任何问题，随时问我。刘宁，你既然这么丰富，怎么被分配到后勤组了？你这么瘦，就拿得动物资吗？你为什么不在重症室啊？你还在忙吧？跟你说一声，我暂时不回去了，就住在这儿了。氧气管道焊接还在同步进行，我留下来也是防止出现意外情况。明天就要开院了，你应该很忙吧？抽空也睡上一会儿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多注意身体，不用回消息了。我们已经连续工作将近70个小时了，终于能够在明天收治首批患者，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医院内部刚刚做完全部消杀工作，晚上还要开会，给护士们再做一下防护培训。你也多注意防护，不要用手随便摸眼睛啊。这么晚了，增加了一个会议，大家辛苦了。因为重症医科接收的都是危重症患者，明天病人一入院，很可能我们就要面临像插管这样时间紧、风险大的任务。为了增加大家的默契，我想把在支援汉民医院时候成立的插管救援小组，以及在养老院抢救老人的时候整理的一些经验，传递给大家。我再次重申，无论在什么岗位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，防护一定是重中之重的。许晨曦，你上来配合我一下。我们再来练习一次穿脱防护服的练习。
大家要谨记每一个过程和步骤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军队筹组1400名医护人员，于2月3日起承担武汉火神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科专科医院医疗救治任务。该医院主要救治确诊患者，编设床位1000张，开设重症监护病区。同志们，今天火神山医院正式接收病人。我再次强调，对于每一位病人，我们都要全力救治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刘医生，收到，请说。你们做好准备，病人马上就到了。明白。一队，准备吸收。走，快！护士长，请问患者呼吸衰竭来了，小快通知邵主任。说不是翰林医院的于静护士吗？于静，副主任，当然，我是重度低氧血症。爬上插管，上9创呼吸机。是。增加氧流量，准备麻醉。是。接手，给我们的时间很短。准备插管，给我可视活镜。准备插管。准备拔丝，注意患者寒液充电。上呼吸机。插管完毕。室外氧气有60%，患者没有意识。人间氧气浓度到100%，给病人排背吸痰。是。到72%了。94%了。救回来了。救回来了，护士长。大家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如果袖口有松动，口罩里面积水太多，护目镜要看不清楚的话，一定要及时反应。纸尿裤要穿双层的，所有的消毒环节一个都不能少的啊！我知道了，护士长。嘉欣，跳，洗手没有？没有。这个动作不能有第2次了啊！赶快洗手。是。现在要自己管理好自己，一定要做好防护，不然不就相当于上战场主动缴械吗？张宁，这个动作不可以有第2次了。是护士长。赶快洗手。我不是想批评大家，只有医护人员零感染，患者才能看到希望。我跟上级保证过，要把你们安全的带回去。就算你们心里烦我，我也要唠叨，直到你们养成习惯为止。护士长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杨宁她那么有经验，为什么要把她调配到后勤班呀？我之前看过她的资料，她之前不是动了个手术吗？抵抗力一直在下降，后勤虽然比较辛苦，也好过在重症，增加感染几率啊。快脱吧。哦。这2天的医疗护理任务，大家完成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在熟练度上还要提升，包括心态上也要加强，特别是遇到插管的时候，
病人在插管的时候，往往会有痰液喷射的现象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慌张，在不影响操作的情况下，先要冷静地完成救治工作。只要防护得当，事后清理是没有问题的。大家也都说说吧。许晨曦，你先说。护士长，我们的防护服太厚了，而且我们戴了3层的手套，给患者扎针的时候经常会找不到血管。还有就是这个护目镜和2层口罩，一戴就是几个小时，我好几次我都差点没喘上气来。防护措施一定要严格执行。你们说的这些现象，我们所有人都遇到了，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：坚持。我们的身体肯定是不适应的，只有坚持，身体挺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还有啊，就是我们跟病人交流起来很困难，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和病人的交流确实是个问题，大家在工作中遇到了实际的问题以及你们的建议，都汇总到我这儿来，我来做个整理吧。目前还算稳定，但病人体质偏弱，很容易出现病情反复。雨晶啊，赶快好起来啊！护士长，护士长，隔壁13号床的大爷不愿上氧气。刚刚有没有劝一劝？怎么还好吗？回来。大爷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在汉民医院的时候，是我们送您过到医院的。您还记得我吗？看我一眼。您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接受治疗啊？没有。怎么没用啦？您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好的医生，还有这么好的设备，一定能把您治好的。就年轻人吧，我年纪大了，不出户了。您可以吧？您的家人还等着您回去呢，对吧？您一定要放下担心，好好接受治疗，啊！我的病能治好吗？您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把您治好的，好不好？现在需要您配合啊！您放松啊！哎，我们都在您身边呢。哦，给您戴上。对，给您戴上。对，您放松啊，放松。哎。护士长，我们刚刚也是劝了半天不管用，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叫您过来的。您不来，我们刚刚还真的是。老大爷病情严重，心里难免自暴自弃，咱们要多有一些耐心才行。好，护士长，新转来的病人庄成在转运途中呼吸衰竭，需要立即抢救，赶快准备床位。是。庄成，退伍军人，立过功，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。不行，徐阳宝和杜尚不去。部长，准备插管。是，许晨曦准备插管。是。许晨曦，米达图伦2毫升，静脉注服。2毫升。米达图伦注射完毕。侯静。救。郑老四，小心拖延。上呼吸机。血压怎么样80%了。好。许晨曦，口罩积水了吧？去换一个。是。我现在就像一个脱了水的萝卜，只想跳进游泳池里。哎，护士长，我今天插管做得不错吧？基本合格。护士长，怎么了？手套破了。别愣着，快快处理。哦。别慌，慢点来，一步一步的来。看仔细了，有没有破？没破。没破吧？赶快消毒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一定要注意。什么时候弄的？我也记不清了，好像是打麻药的时候吧。下次一定得注意。
宁啊，你们病区情况怎么样啊？现在病人增多，病房需要扩充床位，未来吸氧会是个大难题。是啊，氧气筒重量太大，空氧气瓶在运输、消杀上也是个问题。病人现在越来越多，我已经2天都没睡好觉了。待会儿去我房间，我给你2片安定。一定要保证好睡眠。我们要是撑不住了，病人该怎么办呢？你说的供氧问题，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，啊。刘工啊，现在病人增加，氧气接口不够，氧气瓶呢又存在消杀和搬运的困难等诸多问题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？我是在想啊，能不能更换一下病房的设备，换一种氧气接头。换一种氧气接头？是。进口呢接入设备端，出口有多个接头供患者吸氧。哦，如果能有这种设备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院长，来，您看。其实，在国内啊，已经有厂家在生产这种设备了。好，麻烦你把型号跟图样发到我的手机上，我尽快联系厂家，让他们马上供货。好。氧气用量紧张的问题还是陈如同志提出来的。哎，你最近见他了吗？还没呢，他忙，我也忙。哎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及时掌握这个情况，工作不到位，2个人在一个院子里工作，连面都碰不上。哎呀，院长，这瞧您说的，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，他是军人，我是军属，这次来火神山，不是为了团聚的。陈荣能发挥党员、骨干先锋作用，和你这个优秀的丈夫是分不开的。比起他在一线，我差得远喽。护士长，于静意识已经模糊了。陈护士长，有你在，我们特别安心。于静，我们知道你很辛苦，你是护士，你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坚强的。你要相信我们啊，我们也相信你的。于静，听到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血氧饱和度正在下降，血压还有心率都不稳定。血氧饱和度又下降了，心率血压也不正常。主任，这是最新的 CT。评估呢？评估了，可以上 ECMO。上 ECMO。是。一旦开始心脏插管，必须要保证 ECMO 的流量尽快完成，防止意外发生。成功，血氧饱和度上去了。还是不能大意，之后还要调节血管活性药物、ECMO 和呼吸机的参数，维持血流稳定及内环境的稳定。明白，24小时，轮流看护。怎么了，张成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？是不是饿了？饿不饿？渴不渴？我给你打点水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打点水。不喝水啊？是不是要大小便啊？我给你拿尿壶啊。来。
你之前不喝水，就是因为这个吧？庄成，我听说您也是退伍军人，我也是军人。那你应该知道，军人在战场上是不分男女的。现在我们火神山就是战场，这里只有战士，不分男女。来。手套没戴好。哦。你今天怎么了？看你一直特别恍惚。没事。刚刚给家里人通了电话。怎么了？想家了吧？挺难受的。长这么大，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听我妈哭。她那么乐观的一个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是嘻嘻哈哈的。你别哭啊！咱们妇女不都这样吗？最操心的不就是我们吗？我们好好加油。等火神山的病人都出院了，我们就回家好好陪他们。别哭了啊，一会儿护目镜该换了。走了，快！病人都等着我们呢。走，知道了，走吧。你千万不要动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刚插完管，这些不舒服都是正常的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千万不能再乱动了，这样对你恢复没有好处，知道吗？老兵，老兵，老兵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当兵吗？都是因为你们，都是因为你们。汶川地震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我那时候就每天看电视，我就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一群穿着军装的叔叔冲了进来，冲进了灾区。他们一个又一个人在石头堆里把每一个人都救了出去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们全部都是英雄，英雄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有多危险，你们都没有抛下任何一个人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心，我也要成为一名军人。所以这次任务，我一直要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向你们去学习，不能被这病毒打倒。你经历过汶川救援，
那个时候你都没有放弃，这次小小的病毒，你也不能放弃自己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不能放弃。我们也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人的，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会放弃的，啊！数据越来越好了，相信我们，你也要加油。真没想到，一个小零件的改装居然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。设计这个配件的工程师人聪明，长得还帅，他好像是陈护士长的老公。真的吗？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和护士长一个单位的，当然知道了。这个沟通手册人手一册。这个方法好哎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等你想出来的时候啊，你都当护士长了。重症病房的患者大都是带着呼吸机的，沟通不方便。有了这个手册，就能够更好的跟他们做交流，了解患者的需要。有任何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。大家先看一看。护士长，出来。等一下啊。方主任出现了轻度发热症状，已经隔离了。他咽拭子已经松紧，还没出结果。主任，你看看，片子没啥大问题。我再给你测个体温啊。还是有点低烧，你先休息啊，没事。怎么样啊？还是低烧，先隔离一段时间吧。CT 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上午也做了核酸检测，等结果。还有其他疑似症状吗？暂时还没发现。我估摸着是这段时间太劳累了，免疫力有点低下。是啊，他最忙的时候连续30个小时都没有合过眼呢。虽然现在在隔离，起码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就这样，主任还说要继续通过视频指导我们救治病人，研究治疗方案，还让咱们一定要稳定大局，咱们要做好防护，坚守岗位。只要做好防护，一定会没事情的。主任这边有什么事情，我来安排吧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觉着，在咱们医科，你就像这个大家庭里的管家一样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得体体面面的。我的工作就是当管家呀，我要把大家都照顾好。碗啊、筷子啊，大家都得有的用，而且饭还得吃好了。哎，你知道那些小护士都叫你什么吗？陈妈妈。护士长辛苦了，那我先去会诊了。你去忙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忙得一晚上没合眼，来不及通知你，我就过来了。穿防护服，也不知道你瘦了没有。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你做好防护没有啊？都按照你的要求都做了。哎呀，不是说过吗？袖口这个地方一定要弄紧了，不行的话就拿个胶带把它粘起来。我和彤彤都想你了。我也想你和彤彤。我带你去消毒去。我得把这些检查完。先去做消毒啊！这防护做得挺好的。你喂药有没有吃啊？
于静情况怎么样？从胸片上来看，感染面积稍微有所好转，可是各项数据指标还是不理想。自从上次抢救之后，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了。新冠肺炎对人的免疫系统伤害很大，手术也会让人体质虚弱，病人得有强大的求生意志才可能真的好转。那咱们给他打打气，多和他说说话吧。好。护士长，于静。于静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于静，怎么样？于静，实战，准备出战！加油！于静，加油啊！于静，千万别放弃啊，于静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加油啊，于静！这同步200焦。准备完毕。双方利刃。于静，加油啊，于静！加油！别放弃，于静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护士长，我再试试。加油！护士长，我能麻烦您一件事吗？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给他买结婚戒指，他一直戴着的是我们以前买的一个对戒，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他特别喜欢。他这次进医院也没带什么别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戒指肯定在他手上。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找一找？还没有找到。于静的衣服都在这儿了，没有写着有戒指啊。戴着手套手感不好，再仔细摸摸。找到了。于静是安利医院第一批参加抗疫的。他刚确诊的时候还跟我说，等他病好了，等疫情结束了，他就去跟她男朋友结婚。他要请我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。我不能哭，我好勇敢。想哭就哭，不丢人的。作为军人，我们忠于信仰，崇尚光荣，可更要学会直面战友的牺牲，替他们好好活下去。疫情爆发后，他还签了一起捐赠书，他还在想着要给医学院拿去做研究。在他去世前，都还在为抗疫做着努力。他真的很伟大。
所以呀，我们要坚强下去。还有那么多患者等着我们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继续坚守岗位，等待疫情早日结束。在昨天下午的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上，湖北省副省长杨元彦表示，湖北疫情防控出现积极变化，湖北全省发热病人人数持续下降，疑似病例和新增病例明显减少。目前，湖北各地市危重症床位配置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重症病人的救治需求。庄成，我们要给你脱离 ECMO 了，这意味着你告别重症，慢慢要康复了啊！你不用紧张啊，我们都在你身边呢。主任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没事了，检验结果是阴性。你们准备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了。停 ECMO，准备拔管。好，准备消毒。主任，办完成了。报告完成。张成，你这体格啊，康复没问题的啊，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因为是重症，脏器有损害，再加上药物和 ECMO 的治疗，让你现在的脸色变黑了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慢慢的会好转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大小便啊？张成，你看看。你是想要什么呀？是要这个吗？我看不清今夜的星星。我看不见天边的云，我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清醒，我只能看见你的眼睛，我数着失去了的光阴，我念着故乡的倒影，我想看看记忆里你熟悉的风景，却只看见你胸前的姓名。你的眼里有深邃的星空，你的眼里有最美的背影，你的眼睛是我心中的微光，勇敢的将这世界。病房也完成消毒，病人们刚刚都办完转院了，他们在大门口呢，我们去送送他们。在全体参与医院筹备建设的工作人员奋力拼搏下，火神山医院10日内完成基本建设。2月2日正式移交部队。2月4日收治首批45名新冠肺炎患者。2月12日在院病人数过千。4月14日，医院最后14名新冠患者已全部出院。经研究决定，火神山医院于4月15日正式闭院。医院稳定运行73个日夜，累计收治病人3059人，适宜出院2961人，收治和治愈数量均为武汉全市第一。我念着故乡的倒影，我想看看记忆里熟悉的风景，却只看见你胸前
碎的星空，你的眼里有最美的背影，你的眼睛是我心中的微光，勇敢地将这世界点亮。是什么遮住了你的脸庞？我想看清，我想那是天使的模样。火神山是一个奇迹，我希望我们的剧组在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下，也创造一个奇迹。我想在你觉得难过的时候，为你唱这首小小的歌。当穿上那个防护服，其实就是心情就是紧张的了。的生活偶尔超负荷，记得还让他带了这样一小会儿，手已经起泡了。你看我这汗，太伟大了，你们！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没有见过你，却痛心过一阵。天会蓝，心愿会有。一定要零感染的把你们带回去，在这么合适的表演间。每一寸让爱凝回温。我们在一起，不就是彼此的家人？要安安稳稳，要完完整整。我们在一起，风风雨雨，笑和泪平分。你的善良，我的责任，合起来就是彼此温暖的家门。这太满意了，太满意了，好拍了。当时有好多人是自告奋勇，特别是年轻人90后，表现出了那种特别的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怀，这也深深感染了我们。我们在一起，无论多远，生气或陌生，相互需要，彼此依靠。因为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这就是团结的力量，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力量。任何的艰难面前，一定要看到希望，光明一定会来的。我们和你们在一起。